那承泣穴按压之后，我们往下大约1根大拇指的宽度是400穴，所以我们平常眼睛就可以像这样子的按压。那干眼症要怎么治疗？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5个很有效的方法以及穴位的按压。你知道吗？干眼症的发生率在台湾已经来到了40%左右，而且它有年轻化的趋势。但你别高兴得太早，因为长辈发生干眼症的机会还是比较大。尤其女性又是男性的将近2倍。那你会问我说，干眼症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根据研究发现，在中年女性若没有治疗干眼症，压力、忧郁以及焦虑的比率会大幅的上升。那你说，我虽然是中年女性，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呢？那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还好吗？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干眼症？其实大概跟2个原因有关。第一个就是我们分泌的泪液不足，第二个则是它蒸发太多。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会让泪液的渗透压变高，进而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我们首先要先来了解，眼泪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眼泪它分成3层，从最底下的这个黏液层。黏液层是由我们角膜的杯状细胞所分泌，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泪水可以粘在角膜上面。那接下来则是水层，那水层来自泪腺，功能很简单，就是补水，让泪液可以停留在上面。接下来则是脂质，脂质来源自睑板腺。那它的功能就重要了，必须防止泪水的蒸发。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有些人他的泪水蒸发太多，这就是因为他的睑板腺功能不够好。这3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它们帮助眼睛可以滋润，可以得到抗菌，可以得到养分。那我们来谈谈谁容易得到干眼症。那根据一些研究发现，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就像是关节炎，身体的免疫细胞比较容易攻击自己。如果攻击到眼睛，当然就有可能有一个干眼症的现象。那除此之外，有一些人服用镇定安眠剂，它的副作用有可能会口干，也容易眼睛干。那另外有吸烟啊，或是睡得少的，或是你的工作很容易不停的吹风，或是接触很多的这些蓝光的东西，也都容易影响。有趣的是，家里面如果有干眼症的患者，你干眼症的这个比率也会上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生活的方式很类似，所以不要马上说我要搬出去哦。如果你生活方式没改，可能还是一样。那干眼症的症状是什么呢？当然就会眼睛干涩，那觉得有异物感，常常有东西，或是很灼热、畏光、视力模糊，都是它的症状。除此之外，有些人的表现则是泪眼汪汪啊。你不要以为他的眼泪很多很棒，其实他就是因为眼泪的品质不好，所以才要不停的来分泌很多的眼泪。人工泪液该怎么使用呢？刚刚说到，如果你是睑板腺功能差的，就可以使用含有脂质的人工泪液。那如果你是重度的人工泪液使用患者，一天可能使用4次以上，建议要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否则太多的防腐剂对眼睛也是一种伤害。平常如果你很爱漂亮，动不动就要戴一个隐形眼镜，建议你可以搭配一些玻尿酸的人工泪液。就算你戴隐形眼镜，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工泪液。该怎么热敷？温度建议控制在40到50度。我们不是在煮什么温泉蛋。那时间一次大概可以15到20分钟，至少要有5分钟啦。那我们记得，我们带这些热敷的产品，不要带着睡觉，不然不知不觉你明天可能无法重见光明。我们建议使用干式的这些加热的物品。有些人他会想要用湿毛巾，但湿毛巾有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比较潮湿，它的水没有很干净，不小心眼睛就感染了。那第二个就是这种湿毛巾，其实它不知不觉散热的很快，那你不可能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用湿毛巾嘛。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个恒温最好是可以定时的。那热敷之后，眼罩一定要清洁。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些人睑板腺它是有阻塞的现象，所以当它阻塞被我们热敷之后，它可能阻塞比较好，开始分泌出一些油脂。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清干净，最好是用可以抛弃式的。那除此之外要注意咯，如果你眼睛发炎的时候，就不要再热敷，建议可以改用冰敷。那中医该怎么治疗？推荐给大家一个黄芪枸杞明目茶，它的组成就在这里。那黄芪它可以降压利水，修复神经。那有一些研究发现说，让病人服用黄芪，连续服用很久，这个眼压是有下降的趋势。那决明子则可以清肝明目，还可以润肠通便。所以如果你平常就很容易便秘哦，在厕所上又一直看小说，看的眼睛都很酸，就要多用一点决明子。那枸杞可以滋补肝肾，除此之外，对三高的调控都有帮助。所以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也可以搭配一些枸杞。那菊花则是可以缓解眼睛的老化跟眼睛疲劳，那它还有降血压的功能。那你会问我说，高医师，我看菊花很漂亮，有白色跟黄色，要用哪一种？基本上都可以用。那如果你要更针对性强的，就是当你有痰热，我常常觉得有一口痰，建议使用黄菊花。那除此之外，我们一般平肝明目使用白菊花效果就很好。怎么按压呢？我们2个穴道，第一个穴叫做承泣穴。承泣穴顾名思义，承接眼泪承泣穴，它的位置就在我们的这个眼眶周围下缘这个地方，就是承泣穴。好，所以你按承泣的时候，手一定要洗干净。那承泣穴按压之后，我们往下大约1根大拇指的宽度是4白穴，所以我们平常眼睛就可以像这样子的按压。我们记得要洗手。4是什么意思？四面八方，白就是洁白的意思。所以四面八方很洁白，顾名思义就是要让你的眼睛怎么样？灯变得很亮。那所以我们这些穴位平常手洗干净，我们就可以常常按压，一次可以按压5到10分钟都没有关系。边按压还要记得边眨眼。我们常很多人不小心用手机用太久，目不转睛哇，那就会容易干眼症。建议1分钟至少眨眼一定要有6次以上。我们跟人家抛媚眼的时候，常常超过这个次数所以要多跟别人抛媚眼。那我们生活当中要怎么调整呢？第一个就是要早一点睡你不要告诉我说高医师我都比1点还早睡早一点睡建议几点？要11点之前因为中医认为眼睛其实跟肝血相当有关。那这个肝在休息的时间就是大约11点到3点之间。那这其实就是符合西医讲的自律神经的部分肝属于西医的自律神经所以如果你自律神经调整的不好，也容易有失眠的现象。那我们平常还可以多吃一些含 S 的食物，S 就像大老二里面一样 ，S 是很厉害的。就哪一些食物呢？有维他命 A、维他命 C 跟维他命 E 的食物。那维他命 A 就像胡萝卜，维他命 C 像是一些柑橘类、芭乐或是番茄。维他命 E 则是像是坚果，或是我们吃一些小麦胚芽。那饮食方面，我们还可以多摄取一些富含 Omega 3跟 DHA 的食物，就包含什么？好吃的金鱼、尾鱼、秋刀鱼、鲑鱼等等。那如果吃素的朋友，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核桃、奇亚籽、亚麻仁跟菜籽油都有帮助。除此之外，你的环境也要调整，室内的湿度建议控制在大约55%以上，否则我们冬天开电暖炉，整个眼睛被烤得很干涩。那如果骑车的朋友，记得可以戴一个护目镜。那平常夏天很热想要把电风扇拿来嘴巴前面这样吹的时候，记得眼睛要闭起来。那有些人会问说，高医师，我眼睛很干，可不可以用一些熏蒸来蒸我的眼睛那其实这个部分比较不建议啦因为这样子有可能会伤害角膜除非你熏蒸的成分真的是很特别，那我们可能可以做另外的讨论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来问我，大家平常眼睛干涩的时候都怎么办？1. 我会多眨眼；2. 我会闭眼睛休息；3. 我就是继续用眼睛。邪恶的心乃是良药，每周六晚上7点，高医师说，我们下次见，拜拜。